今年3月，当中东的战火骤然点燃，国际油价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它从每桶60多美元一路狂飙，短短1个月之内，原油暴涨超过50%，创下期货交易史上第2大的单月涨幅。美国的汽油价格冲破每加仑4美元，从你家餐桌上的食物到一张机票，再到货架上的日用品，所有东西的价格都跟着水涨船高。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并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这一切竟然在好几年前就被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写进了他的预言里。熟悉我们频道的朋友，对帕克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这位英国预言家3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说中那些当时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他说英国会脱离欧盟，结果英国真的脱欧。他说川普会赢得2016年的大选，结果川普真的走进了白宫。他说一场大瘟疫会席卷全球，结果新冠疫情真的来了。他甚至预言过英国女王的离世。而更让人不安的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命中。多年来，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与长期化，到加沙局势的不断恶化，从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一夜之间被捕，到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这些当初被许多人当成笑话的话，后来竟然一条一条全部兑现。他甚至说过，自己早在2023年就预言到了香港那场夺走人命的大火，一个又一个原本不可能的事件，就这样在现实里被他亲眼看着一一上演。当然，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他并不是每一次都说中。任何一个做预测的人都有失手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几次明显的落空。可即便如此，当一个人在那么多重大的原本被认为绝无可能的事件上反复地命中这份准头，本身就足够让人无法轻易地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更何况这一次他不再是孤军奋战，当他的预言和1000多年前的东方古书和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谶语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份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共振，就更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一听了。而就在这一次，他再一次让全世界倒吸了一口凉气。早在2025年的年底，他就斩钉截铁地说，2026年的3月将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时期。他预言美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精准打击，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只针对伊朗的领导层和核心军事目标。他还说这场冲突会迅速升级，然后又戛然而止。结果呢？今年3月，当第一波飞弹落在德黑兰的上空，伊朗的最高领袖在打击中丧生，数十名高阶军政官员同时殒命。从目标到方式再到发生的月份，他几乎全部说中。但这些都只是开胃菜，因为在他最新的这一轮预言里，他用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词来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年份命名。他说2026年是清算之年，紧接着的2027年那将是整条时间线的引爆点。而当我们把他这份最新的预言和那部1000多年前的中国奇书推背图摊开来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震惊地发现，一个来自西方的灵媒和一群来自东方的古代高人，竟然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年份，同一场大清算。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从200美元的油价到笼罩在我们头顶的星链天网，再到通向2027年的那条大清算时间线，这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是如何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狠狠地交汇在一起坐稳了。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我们先从油价说起。要理解帕克为什么会把油价看得这么重，你得先明白这次中东冲突到底捅了一个多大的窟窿。在波斯湾的入口有一道狭窄的水道，叫做荷默兹海峡。这道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宽，可是全球大约5%的海运原油都得从这里通过。它就像是整个世界能源命脉上的一道闸门。今年3月，当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之后，这道闸门被关上了。闸门一关，后果有多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后来的统计，这一次的海峡关闭和航运中断，引发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原油供应冲击。全球的原油供应
在最初一口气减少了大约每天1000万桶。请注意，是每天1000万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几乎相当于把一个产油大国从世界地图上瞬间抹去。光是在3月这一个月，根据银行的估算，全球经济就一口气损失了每天1400万到1500万桶的原油和燃油供应，于是油价疯了。原油的价格光是在3月一个月之内就暴涨了超过50%，这是自从1983年原油期货开始交易以来第二大的单月涨幅。中东地区的基准原油，像是阿曼和杜拜的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50美元。欧洲和美国的基准油价也在后面叛命追赶。市场上开始流传一个原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全球顶尖的能源研究机构伍德麦肯兹公开表示，油价冲上每桶200美元，在2026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200美元一桶的石油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的远远不只是加油站里那个跳动的数字，它意味着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膨海啸。世界银行预估，光是2026年这一年，全球的能源价格就会暴涨超过20%，创下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准。化肥的价格跟着飙升，粮食的成本跟着上涨，好几种关键金属的价格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一桶油的价格牵动的是地球上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菜篮子。你可能会觉得油价的涨跌那是大公司、大国家的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事实恰恰相反，石油是现代文明的血液。你身上穿的衣服，餐桌上吃的蔬菜，网购时送到家门口的那个包裹，背后全都离不开石油。当一桶原油的价格翻倍，运费涨了，化肥贵了，塑胶和各种化工原料也全都跟着涨。于是从超市里的一颗鸡蛋到一张飞往远方的机票，所有东西的标价都会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悄悄地往上挪。这就是为什么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最后会结结实实地落到你我每一个月的账单上。有银行专门替这场危机算过一笔账，列出了好几种不同的剧本。如果中东能够迅速地平息下来，那么油价或许还能勉强压在一个尚可承受的区间。可一旦战火拖得更久，那道海峡迟迟不开，那么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一场谁也躲不掉的全球性的通膨噩梦。而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后面那个更糟糕的剧本正变得越来越像是现实。当柴米油盐都在涨，当辛苦攒下的积蓄正在悄悄缩水，每一个普通人其实都已经身在这场大清算的最前线。而最让人不安的是历史惊人的相似。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那一年的夏天，就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的前几个星期，国际油价也曾经这样一路飙升，逼近每桶150美元的高位。紧接着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如今，当油价再一次以这样的姿态狂奔，当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分析师开始警告，如果这道海峡迟迟不开，今年夏天的油价可能还会更高的时候，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不是又悄悄地浮上了许多人的心头？而最脆弱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最发达的地方。就拿英国来说，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储备据说一度只剩下2天的存量。整整2天，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能源危机面前竟然脆弱到只剩2天的缓冲。而这还只是一个缩影，整个欧洲都因为能源库存见底，又高度依赖经过中东的运输航线，被笼罩在一场巨大的输入性通膨阴影之下。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冲突就这样狠狠地掐住了一整个大陆的咽喉。也许有人会说，等海峡重新开放不就好了？可现实是，连美国的能源机构都评估，就算航运逐步恢复，要重新爬回战前的通行水准，恐怕也得等到2027年的年初。多家顶尖的投资机构也纷纷预测，油价要回到战前的水准，最快也得熬到2027年。换句话说，这场能源的阵痛不是几个星期的事，而是会像一根越收越紧的绳索，缠绕我们好几个季度，甚至好几年。现在你再回过头看帕克早年的那些话，他很早以前就反复提到，世界经济会普遍出问题，美元会走弱，
股市会动荡，石油会出现剧烈的价格波动和短缺。当年听到这些话的人，大多一笑置之。可如今，当你站在加油站前，看着那个数字，你还笑得出来吗？更值得玩味的是，帕克并不认为这场危机会以一场毁天灭地的核战收场。他和另一位预言家不约而同地指出，接下来这场卷入多国的大冲突可能是一场常规战，也可能是一场贸易战，一场网络战，甚至是一场病毒战，但唯独不会是那种按下按钮同归于尽的核战。换句话说，真正会把我们拖垮的，也许不是天上的蘑菇云，而是这种一点一点渗进每个人生活的经济绞索，而油价只是这根绞索上第一个被勒紧的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抬起头，看看那个更让人不安的东西。如果说油价是勒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那么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东西，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那张网。请你现在抬起头望向夜空，你也许不知道，就在你头顶这片看似空旷的天空里，截至2026年6月，已经有超过1万颗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飞行。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叫做星链。光是这家公司每年就往天上扔超过3000颗卫星，它们组成了一张覆盖全球、密不透风的太空网络。如今天上最大的一片卫星海，已经不再是哪个国家的航天局，而是一家私人公司。而这场太空圈地的代价也正在悄悄地浮现。天文学家们忧心忡忡，因为这成千上万颗闪亮的卫星正在严重干扰人类对宇宙的观测，让我们仰望星空的那双眼睛变得越来越模糊。航太安全的专家更是警告，如今地球轨道上最大的一个碰撞风险来源，正是这片密密麻麻的卫星群。一旦发生连锁碰撞，无数的太空碎片可能让整个近地轨道变成一片谁也无法穿越的雷区。甚至有科学家担心，当这些老旧的卫星坠入大气层烧毁时，留下的大量金属可能还会对地球的气候造成某种我们至今都难以预料的影响。我们为了把这张网织得更密，却可能正在亲手给自己头顶的这片天空埋下一颗又一颗的定时炸弹。这张网最初的卖点是很好听的，他说它可以让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最荒凉的海洋都能连上高速网路，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可是当一张网大到可以笼罩整个地球的时候，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就浮现了：是谁在控制这张网？而这张网又在看着谁？我们先来看几个冰冷的事实。早在几年前就有报道披露，这家公司和美国的国家侦察局签下了一纸价值大约18亿美元的合约，要打造一套全新的间谍卫星系统。根据报道，这套系统一旦建成，将会由数百颗具备对地成像能力的卫星组成，它们能像一个蜂群一样在低轨道上协同运作，让美国政府和军方可以在几乎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迅速地锁定潜在目标。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后背有点发凉？想象一下，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在你头顶几百公里的高空，几百双甚至几千双电子的眼睛正在以一种你完全感觉不到的方式静静地扫描着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它们不眠不休，没有死角，地面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在第一时间被传回某个遥远的指挥中心。这已经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我们头顶真实发生的事。更进一步，新一代的卫星还具备一种叫做直连手机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卫星可以不经过任何地面基站，直接把讯号打到你手里的那只手机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未来有一天，无论你躲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地面的网路时通时断，天上那张网都有可能找到你。一个没有任何死角、没有任何盲区的通讯与监控之网，正在我们头顶悄悄地织就。而就在不久前，这家卫星公司还和他创办人旗下的那家人工智慧公司完成了合并。合并之后的这头巨兽估值高达上兆美元，而他的创办人透过特殊的股权结构，牢牢掌握着这头巨兽近80%的投票权。一张笼罩全球的太空之网，再加上一颗无所不在的人工智慧大脑，再加上一个说一不二的掌控者，这个组合光是想一想就足够让人彻夜难眠。
更深一层去想，当一张无所不在的天网遇上一颗无所不知的人工智慧大脑，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过去，一个人总还能找到一个角落躲开所有的目光，可在一个卫星密布、讯号直达每一只手机的时代，这样的角落正在迅速的消失。你去过哪里？和谁联络？买过什么？说过什么？这些零零碎碎的数据都可能被那双天上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再交给那颗冰冷的大脑去分析、去归纳、去描绘出一个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数字化的你。这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一张正在悄悄收紧的看不见的笼子？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地想一想。而我们其实早就见识过，这张网的开关是掌握在谁手里的。在过去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这套卫星系统曾经被用来决定前线的某些军事行动到底能不能进行，它的服务曾经被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某些被占领的地区，它的讯号曾经被限制。换句话说，这张网要为谁服务，要在什么时候打开，又要在什么时候关上，这个决定权并不在使用它的那个国家手里，而是在那个遥远的掌控者手里。正是因为看穿了这一层，今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警觉起来。就拿印度来说，今年6月，印度政府叫停了星链在当地的商业上线，迟迟不肯发放最后的营运许可。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在这次中东冲突期间，有报道指出，明明星链并没有在伊朗取得执照，可它的终端设备却在战场上被使用了。印度当局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在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动荡的时刻，他们对一个由外国控制的卫星网络几乎没有任何掌控力。这个网络可能在他们希望它关闭的时候依然运转，也可能在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被远端切断。一个主权国家竟然管不住飘在自己头顶上的那张网，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荒诞也足够可怕的事。不只是印度，早在今年1月，中国就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公开警告，说这种商业卫星星座的快速、无序扩张对全球的轨道安全构成了显著的风险。话说得是安全，可背后的较量谁都看得明白。因为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在盼命发射一个对标的巨型星座，叫做千帆。按照计划，到2030年要往天上送超过15000颗卫星。除了美国和中国，亚马逊还有其他的势力也都在加紧把自己的卫星一批一批地送上天。你看，天上的这场圈地运动已经悄悄地开打了。谁掌握了天空，谁就掌握了未来资讯的命脉，掌握了战场的眼睛，甚至掌握了每一个人的行踪。这片曾经属于全人类的星空，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被一张张看不见的网分割、占据、武装，而这恰恰呼应了帕克那份预言里最让人不安的一段。在他引述的纳迪棕榈叶预言里，曾经提到，在2026年会出现通信系统的巨变，会出现一种他称之为科学恐怖主义的东西。当时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如今，当我们看着头顶这张越收越紧的天网，看着一个又一个国家为了天空的控制权剑拔弩张，看着我们的通讯、金融、生活全都建立在这些随时可能被切断、被监控的网络之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古老的预言正在以一种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慢慢的兑现？试想一下，在一个一切都依赖卫星和网络的世界里，如果有一天这张网突然出了问题，无论是被攻击还是被切断，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支付瘫痪，通讯中断，交通停摆。我们以为自己无比强大，可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文明正越来越脆弱地悬挂在这几根看不见的丝线之上。油价勒住了我们的经济，天网盯住了我们的行踪，而这两条线索最终都通向同一个终点，一个写在西方灵媒的预言里，也刻在东方古书推背图里的终点。2027年，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西方的天空转向东方那部1000多年前的奇书。推背图相传是唐朝2位高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作，他用60幅图像配上晦涩的谶语和颂诗，
把往后1000多年的兴衰治乱全部藏了进去。千百年来，它一项一项的应验，准得让人发毛。从唐朝以后的朝代更替到近代的种种风云变幻，后人回过头去看，总能在这60幅图里找到惊人的对应。也正因为太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这本书又怕又恨。而除了推背图，中国古人观天策时的智慧还藏在另外一套体系里。按照古老的黄极经世推算，2025年的那个值年卦叫做革卦，革就是变革，就是改朝换代。古人把这一卦解读为天动地变之年，预示着可能出现大火、地震、海啸、瘟疫、政变、战争等等各种大的变局，而最终旧的秩序将被彻底的翻新。更有意思的是，有人把革这个字拆开来看，竟然拆出了念、一、中3个部分，被解读为21世纪的中国将要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在遥远的西方，人们常常把5星连珠、7星连珠这样罕见的天象视为灾厄的前兆。历史学家也确实发现，历史上好几次这种天象的出现，都恰好落在了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政权更迭的前夜。当天上的星辰排成一条线，地上的格局往往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的巨变。你看，从东方的卦象到西方的星象，从1000多年前的图谶到今天的卫星与晶片，这条贯穿古今的线索似乎一直在指向同一件事。我们正站在一个旧时代落幕、新时代尚未到来的巨大的转折口上。而在这60项里，有一项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反复提起，它对应的卦象叫做兑为泽。为什么是这一项？解读推背图有一套相当讲究的方法，研究者会从图、谶、颂里去辨认那个变动的爻，再对照易经的卦辞和爻辞，最后再凑上眼前的新闻时事，看它们是否一一对应。而在易经的卦象里，对卦对应的生肖是阳，而下一个阳年正是2027年。不仅如此，对卦对应的节气是秋分。于是有研究者推算，这一项所指向的时间窗口很可能就落在2026年的秋分，或者2027年的秋分前后。而最让人心惊的是，这个时间点竟然和西方战略界反复警告的那个年份完全重合。你大概也听过那个说法，美国的军方多年来不断示警，说对岸的军队可能会在2027年或者更早之前就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而2027年恰好也是现任领导人第3个任期的最后一年。一边是西方战略家的沙盘推演，一边是1000多年前的卦象推算，两边的指针竟然指向了同一个年份。当一个来自冰冷数据和情报分析的判断，和一个来自古老符号和占卜的推演，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这份巧合足以让任何人脊背发凉。更妙的是，有解卦人指出，这一项所预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刀光剑影的战争，它更像是一场用上了人工智慧的战争，一场围绕着晶片的战争。台湾的3奈米对上对岸的10奈米，你听听，这是不是又和我们前面聊到的天网、人工智慧、科学恐怖主义遥遥地对上了？1000多年前的古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晶片，什么是人工智慧，可他们留下的那个卦象，那个关于羊年、关于秋分、关于一场全新形态战争的暗示，却在今天精准地落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上。而推背图还不是唯一一部把矛头指向这2年的古代预言。在中国的传统纪年里，有一个让无数王朝闻之色变的词，叫做赤马红羊节。什么是赤马红羊？赤马指的是丙午马年，红羊指的是丁未羊年。而最近的这一对，丙午马年正是2026年，丁未羊年正是2027年。按照60年一轮回的说法，历史上每逢这2个年份，就特别容易发生大的动乱和灾祸，比如政权的更迭，比如战争。这可不是随口一说。南宋有一位叫柴旺的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丙丁归鉴》。他把从秦朝算起长达1260年间发生在这2个年份的大灾变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
总共记了21次，21次，在那么多个普通的年份里，偏偏是这2个生肖年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与灾难撞在一起。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有多吓人。西周的灭国，北宋的灭亡，汉高祖刘邦的驾崩，紧接着的吕后专权，甚至连武则天的入宫，都恰好落在了赤马红羊年。把时间拉近一点，上个世纪有2个赤马红羊年。1907年的红羊年爆发了黄冈起义，中华民国的雏形从此开始酝酿。而再下一个1966到1967年，那场长达10年的浩劫就此拉开了序幕。一页页翻过去，全是改朝换代、血雨腥风的大事。那么再下一个赤马之年是哪一年？正是2026年。有玄学家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看，认为丙午、丁未这2年火土过旺，社会的包容度会下降，人心容易变得急躁。同时，旱灾、火山爆发、森林大火、爆炸这一类的灾害也比较容易发生。早在北宋就有道士观察到，每逢5年或者丁未年，就常常出现天灾人祸。古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规律，到了今天读来竟让人不寒而栗。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全球各地那些反常的天灾，那些越来越极端的气候，那股弥漫在人群里的焦躁与不安，似乎正一点一点地印证着古人那句火土过旺的判断。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再看另外2部预言。相传是刘伯温所留下的那部预言里有这样一句话：难过寅卯辰4年，意思是寅虎、卯兔、辰龙、巳蛇这几年会很难熬，而巳蛇年正是2025年。换句话说，熬过了2025这道坎，后面才有可能迎来转机。古人甚至说，若是能平安闯过这几年，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而唐朝那首神秘的黄檗禅师诗里也有一句：刚到金蛇运已终，金蛇年同样指向2025年。古人的意思仿佛是在说，到了2026年就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你发现了吗？西方的帕克说2026是清算之年，2027是引爆点。东方的推背图把卦象指向2027年的台海。古老的赤马红羊节锁定了2026到2027这一对年份。刘伯温和黄檗禅师又不约而同地把那道分水岭划在了2025年的年底。1000年的时光，万里的距离，东方和西方竟然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前异口同声，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那么这场被东西方预言共同指向的大清算到底会怎么上演？我们回到帕克最新的那份预言，他描绘的是一幅相当具体也相当惊人的图景。他说，从2025年的年底开始，一直延续到2030年左右，这个世界上排名前5的国家将会被卷入一场大战，而战争真正爆发的时间窗口会落在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10月之间。也就是说，重心基本上会在2027年。哪5个国家？有解读者把它们形容为掌管海洋之国美国、巨龙之国中国、雪域之国俄罗斯、点燃佛灯之国印度，以及帝国废墟上的守夜人欧洲。这5大势力将会以各自的方式被拖进这场大漩涡。一边是横跨2洋号令天下的海洋霸主，一边是体量惊人却又危机四伏的东方巨龙，再加上盘踞北方冰原的雪域之国正在崛起的南亚古国，还有那个辉煌不再却仍在勉力支撑的旧大陆。当这5股力量同时被搅动，整个世界恐怕都难有宁日。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帕克再三强调，这场战争不会是核战，它可能是常规战，可能是贸易战，可能是网络战，甚至是病毒战。而在这5个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会受损得最为惨重，它的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最终面临重启。是哪一个国家？帕克说得很清楚，他预言现任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就淡出权力的核心，而他的健康状况会在2026年明显恶化，政治上的失势和身体上的衰退会同步上演。
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那个政权的崩塌方式。他说，那会像是冰川式的崩塌，先是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缝，然后是一场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轰然崩解。一座看似坚不可摧、屹立了千年的万年寒冰，它的崩塌往往不是从表面开始的，而是从内部那一道道悄无声息却又致命的裂痕开始的。他还预言，在崩塌之前，中国会经历一段明显的内部分裂期，它的特征包括拖欠工人的工资、冻结的债券以及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他甚至猜测，那场灾难可能是一场铁路事故，或者是和某座巨型大坝相关的事件。与此同时，会有一位高级官员神秘地失踪或者死亡。这些，他说，都是埋下未来中国分裂的种子。一个经济上的裂缝，一个政治上的失踪，一场突如其来的基建灾难。在他的描绘里，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其实都是同一场大崩塌的不同前奏。而关于台湾，他给出的判断或许会让很多人松一口气。他预言，今年的3月会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台海之间可能会出现一起飞机或者潜艇的相撞事件，进而引爆冲突，连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然而，在这场冲突里，台湾不会被吞并，反过来，受到重创、陷入严重经济问题和社会动乱的是对岸。在他的预言里，这场围绕着台海的风暴最终撼动的不是这座岛屿，而是海峡对面那个庞大的政权。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这幅图景的人，另一位预言家也描绘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他说，在这5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会受损最重，整个政治体系彻底瓦解，面临重启。他没有点明是哪一个，可如果把他的话和帕克的预言放在一起看，那个政治体系瓦解的国家，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当2位来自不同背景的预言者各自独立地却又指向了同一个结局，这份默契本身就让人沉思。而在这场世间的大战之外，帕克还提到了另一场战争，一场看不见却又无比真实的战争。他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天使与恶魔之战。当然，这场战争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双方披着战袍在天上厮杀，它更像是一场发生在每一个人心里的较量，一场光明与黑暗、善良与贪婪、清醒与沉沦之间的拉锯。在帕克看来，我们眼前这个物质世界的种种动荡，其实只是那场更深层的属灵之战的一个倒影而已。而在他引述的那些古老预言里，还曾经精准地框出过好几个高密度的爆发窗口。他提到自然灾害、战争、疾病、宗教冲突，再加上前面说过的科学恐怖主义，还有通信系统的巨变，这些原本各不相干的事件，很可能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上密集地、扎堆地一起涌现，仿佛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某个关键的节点上同时拨动了好几根命运的琴弦，让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地连环引爆。回过头看看2026年开年以来，这个世界接二连三的动荡，那些反常的天象，那些突如其来的冲突，你会不会觉得那张古老的时间表正在以一种令人发毛的精准度慢慢的在我们眼前展开？帕克说，在这场属灵的较量里，光明与黑暗的力量正在做最后的角力，而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份善念，每一次坚守，其实都在悄悄地为某一方增添着筹码。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玄妙，但它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而有力的讯息。在一个看似被巨大力量裹挟、个人渺小的无能为力的时代，我们依然握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那份力量不在天上的卫星里，也不在地下的油田里，而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诱惑与恐惧时所做出的那个选择里。那么崩塌之后呢？是不是就是无尽的黑暗？恰恰相反，这也是帕克的预言里最让人意外也最温暖的一部分。他说，当那个政权瓦解之后，中国会进入一段漫长的重构期，它不会在一夕之间完成，但征兆会逐渐清晰。
并一直延续到2030年左右。在这段重构里，中国很可能走向一种多元分散的结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欧洲模式，边境会开放，人们可以自由地贸易往来，民主制度将会占据主导。他甚至提到，这个过程会隐隐受到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描绘里，那片饱经风霜的土地，在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之后，最终会迎来一个更开放、更自由，也更有生机的明天。这个预言乍听之下，或许让很多人难以置信。一个如此庞大、如此紧密的国家，怎么可能走向分散？可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就是这片土地上反复上演了几千年的剧本。从春秋战国的群雄并立，到秦汉的大一统，再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与重组，每一次的天翻地覆，其实都在为下一个时代积蓄着力量。帕克所描绘的那种类似欧洲的模式，那种有许多自治的部分在开放的边界下自由贸易，又彼此连结的结构，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它究竟会不会发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没有人知道。但这个大胆的预言至少提醒了我们，今天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一切，在历史的长河面前，其实都未必是永恒的。而这场大清算还远远不只是政治上的，它同样是一场经济上的、金融上的大洗牌。还记得我们开头聊的油价吗？还记得那张收紧的天网吗？帕克很早就反复警告，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很多金融资产其实都是虚幻的泡沫。他直言，加密货币不过是一场金字塔骗局，迟早会崩盘。一种主流的加密货币甚至可能崩跌高达70%。他还把如今人们疯狂追捧电子晶片的这股热潮比喻成维多利亚时代那场著名的泡沫。当年所有人都把钱投进那些所谓的保险公司，可那背后不过是一张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他说，今天的晶片狂热迟早也会迎来那一声砰然破裂。换句话说，油价的飙升、天网的笼罩、政权的崩塌、泡沫的破裂，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是同一场大清算在不同维度上的不同切面。能源的命脉被掐住，天空的控制权被争夺，旧有的政治格局被推倒，虚幻的金融泡沫被刺破。这几条线最终全都汇流到了2026到2027年的那个窗口里。而这场清算还有一个层面是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帕克称2026年同时也是一个真相之年。他说，大量被掩盖的谎言会被一一揭穿，诉讼、档案、秘密会接连被曝光，那些尘封已久的名单只是一个开始。他甚至大胆地预言，这也许还是一个大揭露之年。那些围绕着地外文明长期被政府出于恐惧和羞愧而隐瞒的真相，或许也会在这个窗口慢慢浮出水面。一个又一个被深埋的秘密，正等待着在这场大清算里被一一翻出。这也许正是清算这两个字最深刻的含义。它清算的不只是飙升的物价、崩塌的政权、破裂的泡沫，它要清算的更是那些被谎言掩盖了太久的真相，那些被权力捂得太紧的黑幕。当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被掀开，当人们终于看清自己过去所深信不疑的许多东西，原来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幻象，那种冲击，那种觉醒，本身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局。或许帕克所说的那种全新的灵性，那种更高层次的意识，正是要在这样一场真相的洗礼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的降临。帕克说，这场大清算走过之后，人类会被迫重新思考金钱，重新思考工作，重新思考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活。这是一条崎岖的路，但走过去之后，也许就是一片全新的天地。聊到这里，也许你会问，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一个来自西方的灵媒用清算之年来命名2026，把引爆点放在2027，当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把对维泽的卦象指向2027年的台海，当古老的赤马红羊节死死咬住2026和2027这一对年份，
当刘伯温和黄檗禅师把那道分水岭划在2025年的年底，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却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拨到了同一个时间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让人深思的事。当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预言终究是预言。帕克自己也坦白地说过，作为一个通灵者，他也只是在顺着一条轨迹做出推测，而未来是有可能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历史上那些被预言过，最后却没有发生的灾难数不胜数。或许正是因为有人看见了危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条轨迹才悄悄地拐了个弯。所以我们聊这些，从来都不是为了散播恐惧，而是为了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准备。帕克自己其实也留了一个温暖的尾巴，他反复说2026年之后，世界会开始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尽管前方依然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人类将会迎来一种全新的灵性，这种灵性会超越现有的所有宗教，为我们提供一套共同的道德准则。他说，这需要整个世界的觉醒，而这将是繁荣之后一份巨大的恩赐。我们会拥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在他看来，眼前这场大清算，与其说是一场毁灭，不如说是一场痛苦的却又必要的洗牌，是黎明前最深的那一段黑暗。而东方的古老预言其实也藏着同样的盼望，无论是推背图还是其他流传千年的谶语，在描绘完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劫难之后，几乎无一例外都指向了劫后的那片盛世，指向了一位带来新秩序的圣人，指向了浴火之后的重生。古人相信，每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其实都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最坏的时代，往往也是最好的时代的前夜。所以你看，所有这些预言，从来都不只是为了吓唬我们，它们更像是一张古老的地图，在最关键的那个路口，为我们亮起了一盏灯。它提醒我们看清脚下的路，守住心中的善，然后勇敢地走下去。而对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这些预言又多了一层特别的意味。无论是推背图那个指向台海的对卦，还是帕克口中那场让对岸陷入动荡，台湾却安然无恙的冲突，他们似乎都在反复诉说着同一件事。这座岛屿，这座恰好站在风暴最前沿的岛屿，所承载的远远不只是它自身的命运，它牵动的是整个地缘格局的那架天平，是无数双从世界各地投来的紧张的目光。风会不会真的来？没有人能够100%地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看清形势，做好准备，守住内心那份不慌不乱的笃定，永远都比惊慌失措要强上100倍。在这个被预言反复标记的年代里，恐惧从来都不是出路，清醒和从容才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我们站在这个被无数预言反复标记的十字路口，望着飙升的油价，望着头顶的天网，望着那条通向2027年的大清算时间线，我们手里握着的究竟是一份命运的剧本，还是一次改写剧本的机会？也许答案并不在那些古老的卦象里，也不在那些遥远的棕榈叶上，答案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选择里。先是台湾各地的宫庙在农历过年期间一支接着一支抽出国运签，那些签诗里藏着的警讯让不少老一辈看了直摇头。接着是那位大家早就熟悉的印度青年阿南德，他把2026年标记成400年一遇的历史大转折，点名好几个高风险区域，也再一次提到了台湾。而与此同时，一个在民间流传了将近1000年的古老说法赤马红羊节，又恰恰在这一年如约而至。三股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力量，一个来自台湾的神明信仰，一个来自印度的吠陀占星，一个来自中国的古老干支，竟然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坐标。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当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花莲，盯着那条3天2头就晃一下的东部断裂带时，这个真正的死结坐标却悄悄落在了另一座城市的头上。
一座住着将近250万人的岛内第一重镇。它不在偏远的东部，它就在你我最熟悉、最以为安全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把这3条线索一条一条摊开来，顺着他们各自的脉络慢慢往下走。我答应你，走到最后，你看台湾这块土地的眼神会和现在不太一样。我们先从那个最古老也最沉重的说法讲起，赤马红羊节。很多人知道2026年是马年，却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马年。在中国古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里，60年是一个完整的轮回，叫做一甲子。天干有10个，地支有12个，两两相配，转满一圈，正好60年。而每隔60年就会轮到丙午年，以及紧跟在后面的丁未年。天干里的丙和丁在五行中都属火，火的颜色是赤红。地支里的午是马，未是羊，于是丙午、丁未这2年连在一起，就被古人称为赤马红羊。2026年是丙午，2027年是丁未，这正是6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赤马红羊。听起来只是个名字，对吧？可古人为什么偏偏要把这2年单独拎出来，还给它安上一个节字？故事要从北宋一位道士说起，他叫张继先，是正一天师道的第30代天师，生在西元1092年。当年宋徽宗在位，皇宫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皇帝就把张继先召来做法消灾。谁知道张继先做完法，却悄悄向皇帝奏报了一件事。他说：陛下要当心赤马红羊之恶。这句话说得很隐晦，史书上记载4个字，其语秘，也就是说得很神秘，没有把话讲白。可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就在30多年后的西元1126年，丙午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汴京。第2年，也就是1127年丁未年，宋徽宗和宋钦宗2位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就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张继先当年那句神秘的警告，竟然分毫不差地应验在了赤马红羊这2年身上。到了南宋，有一个叫柴望的学者做了一件很较真的事，他把历史上所有丙午年、丁未年发生过的大事全部翻出来，一条一条的梳理分析。结果他越查越心惊，他发现在这2个年份里，改朝换代、战乱灾变的大事特别密集，密集到不像是巧合。于是他把这些整理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丙丁归鉴》。这本书从战国时代一路排到5代，横跨1200多年，里头列出的那些丙午、丁未年，几乎每一个对应的朝代都曾在那2年里栽过大跟头。也许你会说，这是古人附会，是事后诸葛。那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看看离我们不远的近代。西元1906年，又是一个丙午年。这一年的东南沿海刮起了一场惊天的风灾，史称丙午风灾，死亡人数从4000到上万都有说法。同一年，长江决堤，洪水吞掉了4万条人命，受灾的超过40万人。而就在同一个丙午年，台湾这座岛屿自己也挨了沉重的一击。那一年的3月，嘉义的梅山一带毫无预警地发生了一场规模高达 7.1 的大地震。短短1夜之间，上千栋房屋在剧烈的摇晃中夷为平地，夺走了1200多条人命。你听清楚了，这是一个丙午马年，一场夺命的大地震就这样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台湾的土地上。这个细节请你先放在心里，因为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和我们今天要框定的那个坐标遥遥地呼应着。紧接着第2年，1907年丁未年，各地革命起义此起彼伏。再过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又在短短1天之内先后驾崩，清王朝的气数肉眼可见地走到了尽头。再往后数一轮，60年后，西元1966年，丙午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相信不用我多说，那场持续了整整10年的浩劫，就是在这一年揭开序幕的。无数家庭被卷入，无数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写。你发现了吗？这个60年一次的节点，就像一个沉默的闹钟，每响一次，这片土地上似乎就要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动荡。连早在1899年，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诗作《咏志》里都写下了这样一句：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劫运日相催。连他都把当时风雨飘摇的时局
跟这个古老的红阳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你不妨跟着我把这个古典述一遍。1906年丙午，东南沿海风灾加上长江大水，台湾自己也挨了一场夺命的地震。往后数整整60年，1966年丙午，那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浩劫揭开序幕。再往后数整整60年，会是哪一年？没错，就是2026年，又一个丙午。1906、1966、2026，每一个都隔着一个甲子的整数，像鼓点一样，一下一下重重地敲在历史的同一个位置上。而现在，那只鼓槌正高高举起，正落向我们脚下的这一年。而2026年又一个丙午年准时到了。更巧的是，懂玄学的人会告诉你，我们现在正走在所谓的九运里。九运在五行上属离火，火上加火，这在玄学家眼中代表着剧烈的变更、权力的更替，甚至是战火。赤马红羊的火撞上九运离火的火，两把火烧在一起。2026年的这个丙午被认为是60年来分量最重的一个。当然，我必须跟你说清楚，赤马红羊节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古老的集体记忆，是先人用上千年的观察留给后代的一句提醒。他真正想说的或许不是宿命，而是当能量累积到某个临界点，总会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就像板块挤压久了，总会在某一天轰然错动。而这句板块错动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伏笔，先把它记在心里。讲完了天干地支，我们把镜头拉回台湾，拉回到2026年农历春节那几个香火鼎盛的夜晚。在台湾，每逢过年，各大宫庙都有一个延续了上百年的传统，那就是替全台湾抽一支国运签。神明透过这支签告诉信众，未来这一年这座岛屿会是顺还是逆，要小心些什么。这不是迷信2个字就能打发的，对许多台湾人来说，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集体心理寄托，是一年之初向天讨一个方向。你大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农历年节的深夜，宫庙里灯火通明，香烟缭绕，庙城上挤满了等着看结果的信众。主事的人在神明面前神情凝重地掷下小杯，1次、2次、3次，连续掷出3个圣晓，才终于从签筒里请出那一支代表全台湾一整年运势的国运签。当签上的字句被缓缓念出来的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竖起了耳朵，想知道神明对这座岛屿这一年到底说了些什么。而妈祖这位几百年来守护着台湾海岛的天上圣母，她的指示分量格外重。你有没有想过，妈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明？翻开她的来历，妈祖的本名叫林默娘，相传出生在宋朝福建的湄洲岛。她生前最为人传颂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惊涛骇浪中显灵搭救那些遇难的船员和渔民。她是海的女儿，是讨海人的守护神，是那个在风浪最大最绝望的时候会在桅杆顶上亮起一盏红灯，把人从灭顶之灾里硬生生拉回来的神。换句话说，妈祖最深的神格就是镇水，就是救逆，就是在大水要吞没人命的那一刻伸出她的手。所以你再回过头去细细品一品那支签，风云至雨，天灾时气必有伤。一位专门镇水救逆的海神，在赤马红羊节这一年，对着他守护的这座岛屿反复说出风云至雨这些和水紧紧相关的字眼。他到底想提醒我们什么？这个问题请你先放在心里，等我们讲到后面那座沉进水里的台北，你会突然背脊一凉，明白过来。2026丙午年的这些国运签整体抽下来，庙方多半解读成先忧后吉，拨乱反正，经济看好，尤其是科技业，听起来还不错，对吧？可是如果你愿意再往细里看，看那些被轻轻带过的字句，你会发现另一层被刻意说得很委婉的讯息。云林西罗福星宫供奉的是太平妈，那一夜他们为全台湾抽出的是一支中下签，签诗是这么写的：风云至雨落洋洋，天灾时气必有伤，命内此事难和合，更逢一族出外乡。你听听这头2句，风云至雨，天灾时气必有伤。庙方的解读很慈悲，
说这是提醒大家留意天灾地变，是神明守望的提醒之心，只要齐心行善，一善就能破9灾。可是把客气话拨开，这支签白纸黑字写着的核心就是4个字：天灾有伤。在一个本就被称为赤马红羊节的年份，神明伸出手，轻轻点了点天灾这2个字，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无独有偶，高雄旗山天后宫抽出的那支签也藏着同样的味道。欲去长江水阔茫，行船把定未遭风，户内用心在作福，看看雨水得相逢。妙方解读，这是先忧后吉之象，意思是整体国运就像行船在辽阔多变的长江上，前方惊涛骇浪，暗藏风险，唯有把稳了舵，谨慎再谨慎，才能平安度过。一支报的是吉，可那个吉的前提却是先得熬过一段险恶的风浪。而在今年众多的丙午年国运签与解签里，最让人在意的是一段反复被提起的提醒。解签的师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今年正逢60年一遇的赤马红羊节，伴随着高度的动荡，特别点明农历3月到5月要留意天灾，而到了农历6月则要小心国际局势的冲击。你看，连神明面前的解签都直接点出了赤马红羊节这5个字，还精准地圈出了一个时间带，农历3月到5月留意天灾。如果我们把农历3到5月换算成国历，那大约就落在2026年的春末到夏天。而到了农历6月，也就是国历的盛夏，要小心的是国际局势的冲击。一支支看似报喜的签，背后藏着的竟是这样一条清清楚楚的时间线。紧接着，到了2026年4月17号的深夜，那场全台湾最盛大的宗教活动大甲妈绕境进香正式起驾了。9天8夜，340公里，从台中一路走过彰化、云林、嘉义。而你知道今年绕境的主题是哪一个字吗？一个善字。善，在一个被预言、被签师反复警告会有天灾的年份，妈祖选择用一个善字，带着上百万信众徒步走过大半个台湾的西海岸。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神明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替这片土地化解，替这片土地消灾？那句一善破9灾，在这个丙午年听来格外有重量。到这里，第2条线索已经很清楚了。妈祖透过国运签传递的讯息，拨开那层温柔的外衣，核心就是天灾2个字，而且圈定了上半年。这和赤马红羊节那个古老的警告严丝合缝地对上了。2条线已经交叉，而第3条线来自一个离台湾3000多公里之外的年轻人。我们不用再多介绍阿南德这个人了，会点开这支影片的你对他应该再熟悉不过。我们直接看他对2026年到底说了什么。就在2025年的平安夜，阿南德上传了一支影片，他开门见山地说，2026年将是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注意，是400年一遇，不是随便哪一年。他的依据是土星和其他几颗行星罕见的星象异动。他认为，从2020年那场疫情开始，整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新时代。而2026是这个新时代里最关键的一个爆点。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偏偏是400年？在他的说法里，土星和木星这几颗行星的相对位置要每隔几百年才会走到一次特定的格局，而上一次走到类似的位置正是大约400年前。那是一个旧秩序崩解，新秩序在动荡中重新洗牌的年代。他认为2026年前后，人类正好又一次站在了这样的历史门槛上。也正因为他在2020年那场疫情爆发之前的一些说法，后来被许多人拿出来反复对照，所以这一次，当他再一次郑重地圈出2026，全世界愿意停下脚步，认真把他的话听完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更具体的是，他在影片里圈出了3个需要全世界高度警惕的时间窗口。第一个窗口是2026年的4月下半月，第2个窗口是7月24号前后大约10天，第3个窗口是11月的中旬。他反复强调，这3个时段全球发生重大冲突与灾害的几率会明显升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2026年的年中往后，第1个4月的窗口已经过去了。
但真正让人放不下心的是后面那2个还没到的窗口，剩下7月底的那10天和年底11月，而这2个时间点正巧和台湾公庙解千里圈出的农历6月国际冲击前后呼应。而在区域上，阿南德点明了好几个高风险的地方。地缘政治上，他提到中国的西北和东北、朝鲜半岛、菲律宾、日本都要提高警觉。而在我们最关心的天灾、地震这一块，他划出的高危地带是整个亚洲，包括印度的阿萨姆邦、西藏、尼泊尔，还有东南亚的岛屿地带。另一头则是美洲的加州和南美的西海岸。东南亚的岛屿地带，台湾正好就坐落在这条地震高危带的边缘，坐落在环太平洋火环带最活跃的那一段上。事实上，阿南德过去就不止一次提醒过台湾要当心天灾，但是我想特别替阿南德补一句话，这也是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他说，做这些预测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甚至给出了一套很东方的自救方法。他说，真正的自我是不受劫数波及的，多接触自然，多行善，意识到当下每一个善念，每一件善行都是在为动荡之后的重生积累资产。你听出来了吗？阿南德说的防患于未然，多行善，和妈祖签诗说的一善破9灾讲的竟然是同一件事。一个来自印度的吠陀占星，一个来自台湾的妈祖信仰，隔着3000多公里，给出了一模一样的答案。3条线到这里全部交汇了。古老的赤马红羊节圈定了2026这个丙午年，台湾妈祖的国运签圈定了天灾与上半年，印度的阿南德圈定了亚洲地震带与后半年的危险窗口。它们像3道从不同方向射来的光，最终汇聚成了一个点。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点，这个死结坐标到底在哪里？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脱口而出2个字：花莲。这太自然了。2024年那场0403大地震把花莲震得天摇地动，那栋倾斜的大楼画面到现在还烙在每一个台湾人的脑海里。从那以后，花莲外海余震不断，3天一小晃，5天一大摇。台湾的东部本来就坐在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硬碰硬的缝合线上，是全台湾地震最频繁的地方。说到地震死结，谁不会先想到花莲？每一次手机的地震警报大作，每一次新闻跑马灯上滚过那一行红色字幕，震央几乎都写着花莲、台东、宜兰、外海。一次又一次，我们的目光，我们的恐惧全都被牢牢地定在了这座岛屿的东半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所有人都望着同一个方向时，真正的危险会不会正悄悄地从我们背后那个没人盯着的角落慢慢逼近？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那个让你时时绷紧神经的地方，而是那个让你彻底放下戒心，打从心底以为绝对安全的地方。可是朋友，这正是这个坐标最可怕的地方，它跟你想的不一样。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地震最致命的地方真的是震得最频繁的地方吗？答案是不一定。真正决定一场地震杀伤力的，除了它本身的规模，还有3个关键。一是它离人多的地方有多近，2是地底下是什么样的地质，3是上面盖了多少又多老的房子。花莲地震虽然频繁，但震央大多在外海，而且当地的地质相对坚硬，人口也相对分散。坚硬的岩盘会把地震波牢牢地往下压，不让它过度放大。可是有一种地方恰恰相反，它的地底下不是坚硬的岩盘，而是一层又厚又软的泥沙，像一碗放在桌上不断晃动的布丁。当地震波从远处传过来，撞进这碗布丁里，会发生一件可怕的事，地震波会被这层软泥反复的放大，来回的甩动。原本可能只是轻轻一晃的摇动，会被放大好几倍，变成足以摧毁高楼的致命的摇晃。地质学上，这碗布丁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盆地效应或者长指效应。你以为这是理论吗？不，台北早就用血淋淋的代价证明过它了。1986年，花莲外海发生一场规模 6.8 的地震，震央离台北盆地足足有110公里远。按理说隔这么远，
台北顶多晃一晃，可结果呢？台北盆地里多处建筑物倒塌，严重受损。再看1999年那场震惊全台的921大地震，规模 7.3， 震央在台湾中部的集集，离台北更是远在天边。可就是这场中部的地震，硬是在台北盆地里震垮了松山的东兴大楼，震垮了新庄的博士的家，2栋高楼应声倒下，夺走了许多条人命。你听懂这意味着什么了吗？台北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根本不需要自己脚下发生地震，光是远在100里之外的一场强震，传到这碗布丁里，就足以放大成夺命的灾难。而全台湾最大、最深、住人最多的那一碗布丁，不在花莲，它的名字叫做台北盆地。它上面坐着的那座城市，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座住着将近250万人的岛内第一重镇台北。是的，妈祖、阿南德、赤马弘扬这3条线索汇聚的那个死结坐标，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指向，不是大家以为的花莲，而是首都台北。为什么是台北？接下来这一段，请你一定要听仔细，因为这已经不是预言，这是白纸黑字写在科学报告里的实实在在的风险。台北人有一个很深的迷思，总觉得台北很安全。地震来的时候，新闻报的震央都在花莲、台东，台北顶多是跟着晃一晃。久而久之，很多台北人潜意识里就觉得地震是别人的事。但这个迷思建立在一个被太多人忽略的事实上，在大台北都会区的正下方潜伏着一条断层，它的名字叫做山脚断层。这条断层有多近？它从新北市的树林开始，往北一路延伸，经过芦洲、关渡、北投，最后一路通到金山，钻进大海。你把这条路线在地图上画出来，会吓一跳。它几乎是贴着，甚至是直接穿过整个双北最精华、人口最密集的地带。在断层临近的区域，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万人。在台湾36条活动断层里，山脚断层被学者点名为最危险的一条。你可能从来没听过山脚断层这个名字，可它其实离你的生活近得吓人。它穿过的那一片土地上，有住了几十万人的密集住宅区，有一所又一所的学校，有大型的医院，有捷运的轨道日夜在底下穿梭。每一个夜晚，数以10万计的台北人就睡在这条全台湾最危险的断层的正上方，安稳的，毫无知觉的。我们在它的上面盖楼、开店、结婚、生子，把一整座繁华的首都一砖一瓦地盖在了一头沉睡巨兽的背上。而我们之所以还能睡得安稳，只是因为它还没有醒。它危险，不只因为它离人近，更因为它一旦动起来，是所谓的直下型地震。什么叫直下型？就是震源不在遥远的外海，而是直接在你脚底下，在这座城市的正下方爆发。地震波不需要长途跋涉，而是直接垂直地往上冲进头顶。这片挤满了高楼和人的都会区，最典型也最惨痛的一个例子，就是1995年的日本神户。当年那场规模 7.3 的大地震，震源就在这座大城市的正下方，深度很浅，结果短短几十秒，高架道路整段坍塌，成片的房屋被震垮，夺走了超过6000条人命。神户的悲剧告诉我们，当一座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正好坐在一条浅层的活动断层上头，那场地震的破坏力就会被放到最大。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的台北正在面对的处境。那么如果山脚断层真的动了，会发生什么？这不是凭空想象，台湾的相关单位真的做过一次非常严谨的大规模地震情境模拟。他们假设了一个情境，山脚断层全段错动，地震规模 7.1，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模拟跑出来的结果让所有参与的专家都沉默了。在这个情境下，加上台北盆地那碗布丁的长指效应，全台北会有多达16个行政区，震度直接飙到7级以上。7级是什么概念？那是地动山摇，人站都站不稳，结构脆弱的房子会直接垮掉的等级。这16个区里，包括新北的五股、三重、芦洲，台北市的士林、中山、大同，甚至连桃园的龟山都在劫难逃。而台北最致命的软肋还不只是窑，是它脚下的那层土。台北盆地的土壤液化潜势非常高，
什么叫土壤液化？简单讲，当强烈的地震来临，那层饱含水分的松软沙土会在剧烈摇晃下瞬间失去支撑力，变得像液体一样。地面上那些原本稳稳站着的大楼，地基会在一瞬间悬空，失去依靠。专家估计，光是双北住在土壤液化前市区里的就有200-300万人。更要命的是台北的房子。台北是个老城市，屋龄超过30年的老屋高达64万户。这些老房子很多在当年盖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现在这么严格的耐震审查。曾经有官员直言，如果台北发生一场像921那样规模 7.3 的强震，倒塌的建筑可能上看 3.5 万栋。3.5 万栋，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画面？想象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台北早晨，捷运里挤满了赶着上班的人，学校的钟声刚响，早餐店的铁板上滋滋作响，然后在毫无预警的那一秒，脚下这座沉睡了300多年的盆地猛然惊醒。第一下是上下的猛烈弹跳，紧接着是左右无止境的狂甩。台北盆地那层厚厚的软泥把地震波一次又一次放大，整座城市像是被放在一个剧烈摇晃的筛子上。窗外的高楼开始扭曲、倾斜，一栋接着一栋，发出令人牙酸的断裂声。马路在你眼前裂开，黑色的泥水从柏油缝里喷涌而出，原本坚实的地面瞬间变成烂泥，吞没车辆，吞没行人。而最可怕的还在后头，老旧的管线断裂，瓦斯外泄，只要一点火星，火舌就会在这座挤满了人的城市里窜起。赤马弘扬那把烧在天上的火，这一刻仿佛真的落到了地上。通讯全断，道路瘫痪。当救援的人力还困在城外动弹不得时，盆地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用人命计算。这不是电影里的特效，这是科学报告里那个被轻描淡写带过的 3.5 万栋这个数字背后最真实的模样。而根据消防单位过去的推估，在山脚断层的这个情境下，光是重伤加上死亡的人数就可能高达4100人。后来他们定下一个目标，希望透过防灾型都更在10年内把这个数字砍掉一半，降到2050人。可是具体的方案到底落实了多少，没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最让人心惊的是这条断层的时间表。学者分析，山脚断层的地震重复周期大约是700年，而距离上一次台北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已经过去了300多年。也就是说，如果按这个周期算，我们现在才刚刚走到一半，听起来好像还早，对吧？还有300多年呢。可是学者紧接着补了一句让人睡不着觉的话，他说，政府这些年持续在低洼地，在原本该滞洪的地方填土开发，五股泰山一带的填土高度超过了2层楼。这种人为的过度开发会缩短地震的周期。换句话说，那个原本以为还很遥远的700年大限，正在被我们自己一铲一铲的往前拉。讲到这里，也许你还是觉得这终究是模拟，是假设，是科学家拿着数据在吓唬人。台北盆地塌陷，被水淹没，这种事听起来太像灾难电影了。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种事在台北真的发生过，不是电影，是白纸黑字写在史料里的真实历史。而它发生的那一年，恰恰又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年份。时间倒回到300多年前，西元1694年，清朝康熙33年的农历4月，那一年，台北盆地发生了一场推估规模高达7的大地震。地震过后，盆地里多处地层严重下陷，加上土壤液化，再加上海水从淡水河口倒灌进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台北盆地的西北部一溪之间沉了下去，变成了一座汪洋大湖。这座湖深达3到5公尺，面积广达将近150平方公里。后世的地质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康熙台北湖。这不是传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一份珍贵的文字记录。2年后，西元1696年，一位叫郁永和的清朝官员奉命到北台湾来采硫磺。他从淡水港搭船往台北盆地的方向驶进去，船开到一个2座山夹着河道的狭窄处，那地方当时叫甘达门，
也就是今天的官渡，郁永河写下过了这道窄门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愣住了。他在他的著作《碧海记游》里留下了8个字：水忽广，幻为大湖，渺无涯似。意思是过了官渡那道窄口，水面忽然变得无比开阔，化成了一片浩瀚的大湖，望过去看不到一点边际。同船有一位当地的向导，淡水社的社长张大，看出了郁永河的疑惑，就告诉他这片大湖的来历。张大说，就在甲戌年，也就是1694年的4月，这里地动不休，地一直震个不停。原本住在这片平原上的原住民部落吓得四散奔逃，纷纷搬走。没过多久，这整片平原就陷了下去，变成了眼前这片巨大的水域。而这一切距离他们对话的当下才不过3年而已。郁永河甚至记下潜水的地方，还能看到原本的竹林树梢露在水面上，原住民3个旧部落的位置依稀还能辨认。你闭上眼睛，再想象一次那个画面，一场大地震，短短几天之内，一整片住了人的平原，连房子带田地，整个沉进水里，变成一片看不到边的大湖，竹梢露在水面上，旧村落的轮廓在水底下若隐若现。这座康熙台北湖后来大约过了100多年，因为泥沙淤积才慢慢退去，重新变回我们今天看到的台北盆地和淡水河。你可能会问，这会不会只是郁永河一个人的夸大其词，一个过路的官员看花了眼？并不是，这座一度消失的大湖还留下了别的证据，在那之后的好几份古地图上都看得到它的影子，像是清朝1717年绘制的诸罗县志山川总图，还有雍正年间的台湾舆图，画到台北这一带时，都把它画成了一大片水域，一座实实在在的湖泊，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当然，后世的学者对这座湖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是有过一番争论的。有人认为是地震在一瞬间造成了大规模的地层下陷，海水才会倒灌进来；也有人认为是地层先下陷积水，再加上河水长期泛滥，才慢慢汇聚而成。这场争论到今天还没有100%的定论，毕竟那已经是300多年前的事了。可是，无论成因的细节是什么，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不会否认的，那就是山脚断层真实存在，而且它就埋在这片盆地的脚下，从来没有消失过。现在，请你把2件事摆在一起看。第一件事，300多年前的1694年，一场大地震让台北盆地真真实实的塌陷，被水淹没，变成一座大湖。而很多学者认为，造成这场塌陷的元凶，正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条山脚断层。第二件事，现代科学家的情境模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山脚断层再一次全断错动，台北盆地恐怕会再一次陷落，再一次被水淹没。历史不是已经给过我们一次完整的预演了吗？唯一的，也是最残酷的差别在于，300多年前的那场大地震发生时，台北盆地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野，沉下去的是几个原住民部落。而今天，同一片盆地上密密麻麻地住着将近250万人。曾经史料里那座梦幻般的康熙台北湖，如果它下一次再出现，那将不再是一段凄美的历史，而会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噩梦。讲到这里，你还记得我在前面特别请你放在心里的那个问题吗？妈祖，它最深的神格是镇水，是救逆，是在大水即将吞没人命的那一刻伸出他的手。而2026这个丙午年，他透过签诗反复对着台湾说出风云致雨这些和水紧紧相关的字眼。现在请你把这一切连起来看，一位专门在惊涛骇浪中救人的海神，在赤马红洋节这一年对着他守护的这座岛屿示警。而这座岛屿上最让人胆寒的死结坐标，恰恰就是一座曾经真实的沉进水里，未来还可能再一次被大水淹没的城市台北。你说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那位海上的女神早就用她自己的方式把答案轻轻地放在了我们面前？好，现在让我们把今天摊开的所有线索全部收拢到一起，看看那个死结坐标是怎么一点一点被框定出来的。第一条线，赤马红洋节，它告诉我们，
2026这个丙午年是60年一遇、火上加火的动荡节点，而它真正的内核，前面我特别请你记住的那句话，是能量累积到临界点之后的释放，就像板块挤压久了，总会错动。第二条线，台湾妈祖的国运签，拨开温柔的外衣，西罗太平妈写着天灾有伤，岐山天后宫要人先熬过惊涛骇浪，解签的师傅更直接圈定农历3到5月留意天灾，神明的手指明明白白点向了天灾，点向了2026年。第三条线，阿南德，他把2026标记成400年一遇的大转折，划出后半年7月底和11月的危险窗口，并把整个亚洲、东南亚岛屿列为地震高危带，台湾就在那条带上。三条线交汇，得到第一个结论：2026年台湾天灾地震。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诡异了？你想想看，赤马红羊节是中国人用了上千年的干支推算，靠的是天干地支的循环。妈祖的国运签是台湾民间流传几百年的神明信仰，靠的是一支签，一次制崤。而阿南德用的是源自印度的吠陀占星，看的是天上行星的轨迹。这三套系统来自3个不同的文明，讲着3种不同的语言，背后是3种毫不相干的逻辑，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商量，更没有任何串通。可是当你把他们各自算出来的答案摊在同一张桌上，竟然全都指向了同一个年份，同一种灾难。如果只有一条线这么说，你大可以说它是迷信；2条你还能说是巧合。可是当3条来自天涯海角的线不约而同地交汇在同一个点上，你还敢那么笃定这一切都只是凑巧吗？接着我们再追问是台湾的哪里，大家直觉指向花莲，但科学把我们的目光从那个震得最勤的东部硬生生扭了过来，扭向一个你以为最安全，其实最脆弱的地方——台北盆地。因为这里有一碗全台湾最大的布丁，盆地效应会把地震波放大好几倍，连100里之外的地震都能震垮这里的高楼。因为这里的正下方潜伏着被点名最危险的山脚断层，一旦错动就是直下型地震。因为这里有64万户老屋，有高到吓人的土壤液化前世，有200-300万住在液化区里的人，更因为300多年前的1694年，这里已经真实的上演过一次盆地塌陷化为大湖的历史。所有的线索，古老的、神秘的、科学的、历史的，最终全部汇聚到了同一个坐标上，它不是花莲，它是台北，一座住着将近250万人，脚下踩着一条沉睡断层，头上顶着赤马红羊节的城市。这就是这支影片标题里所说的那个让人不愿面对的同一个死结坐标。我知道，看到这里，你心里可能有2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有一种人本来就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那么这3条线的交汇会让你后颈一阵发凉。可也有另一种人，打从心底不信什么预言，什么结束，觉得这些全是穿凿附会。如果你是后者，我完全尊重，而且我想告诉你，这支影片对你一样有意义。因为你可以不相信赤马红羊节，可以不相信妈祖的签诗，也可以不相信阿南德的星象，但是你没有办法不去面对那条就躺在台北盆地脚下，被学者白纸黑字点名为全台湾最危险的山脚断层。你也没有办法假装300多年前那场真实的盆地塌陷从来不曾发生过。预言可以是假的，可那条断层是真的，它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凭空消失。所以与其去争论预言到底准不准，不如把它当成一记敲在你我耳边的警钟，把该做的准备提早做好。讲到这里，气氛是有点沉重。我猜住在台北或者家人朋友在台北的你，心里此刻一定不太好受。所以接下来这段是我今天最想对你说的话，请你务必听完。我讲这么多，不是要吓唬你，更不是真的要你收拾行李，永远别踏进台北一步。一座住着250万人的首都，怎么可能说不去就不去？那既不现实，也不是这支影片的本意。恰恰相反，你还记得吗？这3条线索在最深的地方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温暖的答案。阿南德反复强调，
预测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不是制造恐惧。妈祖透过签诗告诉我们，只要齐心行善，一善就能破九灾。而赤马弘扬节真正想提醒后人的，也从来不是要我们躺平等死，而是要我们在结束来临之前提早警醒，做好准备。预言从来都不是一纸判决书，它更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是先人和神明用他们仅有的方式提前拍了拍你的肩膀，轻声说一句：孩子，当心点。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给你一个最重要的信心。你要知道，同样是规模相当的一场大地震，落在准备充分的地方和落在毫无防备的地方，最后的死伤人数可能会是天差地远。决定一场地震究竟会夺走多少条人命的，往往不只是它的规模有多大，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在事前到底做了多少准备。一样的摇晃，有的地方房倒人亡，伤亡惨重，有的地方却能把损失压到最低，靠的就是平时扎扎实实的演练，严格的建筑法规，还有每一个人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换句话说，老天爷出的考题或许一样，但我们能不能及格，很大一部分其实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件事，请你千万别当成耳边风。第一，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如果你住在台北，花10分钟上网查一查你家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落在土壤液化前市区？你住的这栋楼屋龄多大？该不该关心一下它的耐震能力？老旧社区能不能争取防灾都更知道风险在哪里，本身就是最大的安全。第二，准备一个地震防灾包，手电筒、饮用水、一点干粮、常备药品、行动电源、一个哨子，放在大门口最容易拿到的地方。这个包平时不起眼，可真到了那一刻，它可能就是你和家人之间生与死的距离。第三，和家人约好，万一强震来袭，通讯中断，你们要在哪里会合，要怎么互相报平安。一句事先说好的话，能在最混乱的那一刻省下最宝贵的时间。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把今天这支影片转给你住在台北、住在双北的家人和朋友，不是为了传播恐慌，而是为了让多一个人提早多一分准备。这就是妈祖说的那个善，也是阿南德说的那一份为动荡之后而积累的资产。2026丙午马年，赤马弘扬的火正在天上烧，山脚断层的弦还在地底下绷着。那座曾经沉进水里的康熙台北湖，静静地躺在300多年前的史料里，等着看我们这一代人会不会比当年那些四散奔逃的先民多一分准备，多一分从容。老天爷要不要收人，也许我们决定不了，但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我们能不能让自己，让所爱的人站得更稳一点，活得更有准备一点，这件事从来都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愿妈祖保佑这座岛屿，也愿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和你的家人平安。一个曾经把那场让全人类戴上口罩的瘟疫说中，把缅甸那场撼动曼谷的大地震说中，甚至连加密货币的暴涨暴跌都说中的人，当他开始不敢把话讲完的时候，我们到底该不该认真的听进去？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他说2026年是一匹冲进火里狂奔的火马，当他说这颗星球将被一股看不见的热浪烤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地球另外一端，那些穿着白袍盯着海温数据的科学家们竟然也在发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警告，只不过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火马，而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圣婴，一个被预测为140年来最强的圣婴。2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线，一条来自神坛与梦境，一条来自卫星与超级电脑，竟然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慢慢的重叠到了一起。而他们共同指着的那个问题冰冷而沉重，那就是过了今年的7月以后，这个世界还会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吗？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私下传，5年之内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个世界可能就不复存在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把这2条线一条一条摊开来，慢慢的看个清楚。那我们就先从普莱这条线开始看起，他到底是怎么看待2026年的呢？他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形容，火马年。他说
2026年的气场属于一种极其强盛的火，火这个元素一旦过了头，带来的就是火灾、爆炸，还有人与人之间激烈的冲突。他形容这一年就像一匹正在烈火中向前狂奔的马，全年都会非常难熬，会受伤，会吃很多苦，但他也留了一线生机。他说，这匹火马虽然浑身是伤，最后还是有机会从火里冲出来，浴火重生，还不至于走到全面毁灭的地步。换句话说，在他的感应里，2026年本身还不是最坏的那一年，它更像是一道门，一道通往后面那几年的门。真正极端的考验藏在这道门的后面。他甚至特别强调，比起2025年，2026年的动荡只会更猛，火灾、水灾、地震、战争，这几样东西会一起登场，像是约好了似的，轮番上阵。说到火马年，这个说法其实不只是泰国神婆随口一讲，它在我们东方的传统里本来就背着一段不太吉利的名声。在60年一轮的干支纪年里，2026年正好轮到丙午，丙属火，午属马，火上加马，民间便称它为火马年。最有名的例子发生在邻国日本，当地自古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在火马年出生的人性子格外刚烈，命格也格外强硬。这种带着偏见的老观念，到了上一个火马年，也就是1966年，竟然真的砸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一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许多家庭刻意避开在这一年生孩子，一个流传了千百年的迷信，硬生生在现代社会的人口数字上凿出了一个看得见的坑。我讲这一段，不是要大家去信这套，而是想说，当普莱把2026年和火马绑在一起时，他其实是踩在一个东方人共同的深层的文化记忆上。难怪这个说法一出口，立刻就能在整个亚洲掀起这么大的涟漪。接下来就是让无数网友熬夜解码的那一段预言了。普莱在好几个节目里都严肃地提到，2026年将会发生一场震撼全球的飞机事故。他说，关于飞机的事情，他看到的画面都非常吓人。他没有点名具体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哪一条航线，只是反复呼吁相关的航空公司一定要把飞机的维护与检查做到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被问到2026年会不会出现伤亡惨重的灾难时，他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无奈地补上那句话，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在哪里，他只是强烈地感受到那个警讯，他真心希望这一切不要成真。这就是他不敢再往下讲的那一部分，因为他看到的画面太具体，也太沉重，沉重到他宁可相信那只是一场噩梦。而真正让这段预言发酵的是时间点。普莱明确地画出了一张危险时刻表。他说，2026年运势最差，最容易出意外，最容易发生天灾的时段就集中在5月、6月还有7月这3个月。他把这3个月形容成全年麻烦之最，不管是航空安全还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类自然灾害，发生的几率在这段时间都会大幅升高。他建议，如果不是非去不可，这3个月最好避开某些高风险的地区。相对的，他认为一整年里3月与12月反而是比较平稳的月份，真要出远门，安排在年底会稳当一些。各位想想看，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这个年中往前看，正好就踩在他所说的那段最凶险的时间带上。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影片的标题会问，过了7月到底会发生什么？因为按照他的剧本，7月是这一波凶险的一个高点，跨过了这个夏天，故事才会翻开更不一样的篇章。至于那几个被他点名的高风险地区，普莱一开始只给了3个神秘的字母 HJT， 后来在新的访谈里，他又把警戒范围扩大成4个 JPTI。 他始终没有把国家的全名说出口，只留下这几个字母，让全网的人化身侦探，疯狂猜测。有人说这是日本，有人猜是印尼的雅加达， P 有人猜是菲律宾。在台湾这边听起来格外刺耳，有人解读成台湾，也有人说是泰国本土，甚至是身为欧亚航空枢纽的土耳其。而那个 I 在如今中东局势一片混乱的背景下，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印度或是印尼。网友们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甚至翻出机场代码来推敲，把整件事变成了一场全民解谜游戏。让很多人后背发凉的是，就在他示警之后没多久，中东好几个机场真的因为局势动荡而被迫关闭，连杜拜、阿布达比这样繁忙的航空枢纽都传出被无人机残骸波及的消息，航班大量改道，整个区域的领空陷入紧张，旅客滞留，行程大乱。于是大批网友回过头去翻他的旧影片，直呼他所说的航空危机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应验。普莱自己对日本周边也提过警告，他多次说日本附近的海域有海底火山活动，要提防地震引发的连锁灾害。虽然他也承认日本的防灾做得很到位，伤亡未必惨重，但风险始终摆在那里。他对泰国本土的担忧则更直接，他预言2026年泰国的雨量会异常的多，本土可能面临一边淹水一边起火的水火夹击。各位有没有发现，水与火这二个字在他的预言里总是反复的出现，纠缠在一起。讲到这里，我必须很诚实的停下来，提醒大家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务必听清楚，字母不等于板上钉钉的答案，机场关闭也不等于他预言的那场空难真的发生了。预言这种东西本来就带着大量的模糊与想象空间，同样一个字母可以套到10几个国家头上，事后再怎么解读都能找到对得上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今天聊的是他说了什么，以及这些话和现实之间那种令人不安的呼应，而不是要断定哪个国家一定会出事，更不是要劝大家别出门，把最终的判断权留给正在看影片的你自己。听他说，但别被他吓住，这才是面对预言该有的态度。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我有责任先跟大家把它说清楚，那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一个常常说中的预言家。人的大脑其实有一个天生的毛病，我们会牢牢记住那些被说中的部分，却很容易忘掉那些落了空的部分。一个预言家只要抛出够多够广的预言，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对上现实，而我们的记忆会自动把那几条无限放大，把其余那些没应验的悄悄地抹去。于是神准的光环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堆砌了出来。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普莱，他过去那几次命中确实准得让人发毛，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在惊叹与相信之间，请永远给冷静的理性留一个座位。真正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从来不是因为某个人说中过几次，而是当他的提醒恰好和实打实的科学数据硬碰硬的撞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来自2个世界的双重巧合才最值得我们竖起耳朵。这也正是今天这个故事和一般那些茶余饭后的玄学闲谈最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飞机与地震还只是这一年表面上的浪花，那么普莱接下来提到的东西才是他口中真正可怕的深水。他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愣住的话：2026年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战争，而是疾病。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来形容它，新东西。他说即将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过去没见过的病。他甚至直接点出2个关键词，一个对应的是肺结核这一类折磨肺部的老病，另一个对应的是让整个中世纪欧洲闻风丧胆的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他警告，未来真正威胁人类的可能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毒，而是一种把多种古老病症混合在一起的致命疫情。一旦爆发，后果将会造成大量的死亡。把肺结核和黑死病这2个名字摆在一起，光是听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对这种病来历的描述。他强调，这种混合型的疾病并不是单纯从大自然里冒出来的，它的源头指向的是实验室。他说，这场威胁与其说是一场全面的攻击，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实验，可能不完全是刻意释放，或许带着实验失误、意外泄露的成分在里面。被问到病是不是源自泰国时，他很肯定地摇头。他说，这是从外面放进来的，是外国人搭着飞机把它带进泰国，再慢慢扩散开来的。而且那个带源的人自己可能都还不知道。他甚至隐约指出，这个源头的方向与俄罗斯那一带的区域有关。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一个非常具体又非常吓人的画面就浮现了出来。
病毒顺着国际航班跨越国界，悄无声息地落地生根。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它早已散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描述的症状更是处处透着一股寒意。他说，这种病最阴险的地方就在于初期的伪装。一开始，患者会以为自己只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发烧、咳嗽，浑身无力，谁都不会放在心上。可它真正的特征是久治不愈，病情会反反复复，拖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很多人会出现严重的腹泻，消化系统彻底紊乱。他甚至描绘过一个画面，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里，你坐上一架飞机，会发现机舱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咳嗽，那种咳嗽声此起彼落，连成一片，成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日常。而他对泰国当局的判断更悲观，他预感到，当大量病例出现的时候，相关单位反而会选择按兵不动，任由疫情变成一种无声的蔓延。等到察觉严重性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也正因如此，他苦口婆心地建议，未来这几年，大家在公共场所最好还是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好好保护自己的肺与呼吸道，同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波疫情很可能会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资源的争夺。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神婆的危言耸听，现实里哪有那么巧的事？可是我必须说，当我把他的描述拿去对照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又一次被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给攫住了。就在不久之前，印度一带其实正为一种叫做尼帕病毒的东西绷紧神经，周边国家纷纷加强边境的防疫。尼帕病毒这种病致死率高得惊人，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它从动物身上跳到人身上的方式，和普莱描述的那种透过接触、透过迁徙悄悄传开的模式，竟有着微妙的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专家其实早就在严肃地讨论一个概念，他们把那个尚未出现却迟早会来的未知传染病命名为 X 疾病。注意这个名字 X 疾病，这不是哪个神婆发明的词，而是顶尖科学家用来提醒全人类提早准备的正式说法。一边是泰国神婆口中那个会引发大量死亡的新东西，一边是科学界煞有介事讨论的 X 疾病。当这两个词在你脑海里并排出现时，你还觉得这只是巧合吗？把疾病讲完，普莱才把话题带到大家最关心的那个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块，他的判断其实相当细腻。他把战争分成了2种，一种是看得见的、真实的战争，飞弹、军队、硝烟；另一种，他称之为潜伏的战争。而他口中那场由实验室流出的混合瘟疫，正是这种潜伏战争的一部分。他说，这种潜伏的战争短期内未必会出现封城封国那种惊天动地的画面，它更像是让整个社会慢慢被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所拖垮，越来越多治不好的肺炎，越来越多异常严重的腹泻。换句话说，在他的世界观里，仗其实已经在打了，只是这种仗没有宣战，没有前线，敌人藏在一管试剂、一张机票、一个无症状的旅客身上，悄悄地把一个国家的健康与信任一点一点蚕食掉。我们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自己可能早已身在其中。普莱这套潜伏战争的说法，乍听之下很像某种阴谋论，可他之所以能让这么多人脊背发凉，是因为他狠狠戳中了那场大瘟疫之后，全人类心里那道还没愈合的伤口。经历过那几年，太多人对于病毒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依旧抱着挥之不去的疑问与不安。当一个人说，下一场灾难或许不是天灾，而是某个实验室里跑出来的东西，是某些国家在暗中较劲时不慎掉落的筹码，这种说法很容易就点燃了我们心底那股对未知最原始的恐惧。我必须非常郑重地强调，这些都只是他个人的感应与推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我们也绝不该因此去无端指责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那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但是，那股弥漫在全球的不信任感本身却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份彼此提防的不信任，有时候比病毒本身更能从内部撕裂一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普莱与其说是在预言一场生化战争，不如说他是在替这个焦躁不安的时代，把那份藏在每个人心底却说不出口的集体焦虑
给讲了出来。那么那场真刀真枪的世界大战呢？他给出的答案既让人松一口气，又让人更加不安。他说，这场大战之所以还没爆发，很大程度上要看一个大国的内部情况。他提到，当这个国家内部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与抗议时，反而会把它向外发动战争的脚步往后拖。他甚至说，对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内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暂时遏制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信。但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满是遗憾。他说，战争终究是躲不过去的，就算这个大国的内乱再严重，最多也只能把战争往后拖个3到5年。时间一到，那根弦还是会崩断，而身为中立国的泰国，到时候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会被牵连进去。听到这段，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把人逼到绝望，他留了一个喘息的窗口，但这个窗口也只有短短的3到5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到这里，那个让人心惊的时间框架已经一步一步浮现出来了。3到5年。普莱反复强调，2026年绝对不是终点，它只是一段序幕，一个过渡。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2027年、2028年，甚至一路看到了2030年。他说，真正极端的火之年其实是在2027年，到时候水灾与火灾会同时暴增。水与火这2种看似相克的灾难会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一起压向人类。他还特别提到，2027年的地震会变得更频繁，而其中一部分原因竟然与某些国家在海上、海底进行的武器试验和军事演习有关。他警告，如果这些试验刚好发生在地质脆弱的断层带上，很可能会像推倒骨牌一样，触发一连串的连锁地震，进而带来更严重的水患。他口中那幅2026年到2030年的图景，是一条越走越黑的下坡路。灾难与战争不会在某一年戛然而止，而是会一年比一年更密集、更猛烈。这就是标题里那句5年之内现在的世界可能不存在了的由来。所谓不存在，我想我们得把它讲清楚，它未必是指地球毁灭那种科幻电影式的结局，那未免太极端。它更像是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套秩序，这种安稳，这种以为明天会和今天差不多的安全感，会在这5年里被一点一点的侵蚀，被打散，然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我们可能完全认不出来的样子。物价、粮食、疫病、战火、气候，这几样东西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一起翻腾，那么5年后的世界，哪怕地表的山河依旧，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恐怕都已经和今天截然不同。听到这里，你或许会长舒一口气，觉得这终究只是一个泰国神婆的梦。再准的预言家也有说错的时候，何必当真？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它确实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玄学话题。可真正让我觉得细思极恐的地方，恰恰在后面。因为当我把镜头从泰国的摄影棚转向全世界最顶尖的气象机构时，我发现那些最冷静、最不信鬼神只认数据的科学家，竟然在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描述着一个和火马年惊人相似的2026年。普莱说这是一个被火主宰的年份，而科学家说，一个140年来最强的圣婴正在太平洋深处苏醒。一个用的是直觉与梦境，一个用的是物理与数学，可他们指着的方向竟然出奇的一致。我们先把圣婴这件事说清楚。圣婴现象，西方叫它厄尔尼诺，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气候循环，早在人类大量燃烧石化燃料之前就存在了。在正常的年份里，赤道太平洋上那股强劲的信风会稳稳地把温暖的海水往西边推，让南美洲沿岸的冷水自然上涌。可每隔3到7年，这股风会莫名其妙地减弱，甚至反过来，于是大量积蓄的热量就会沿着赤道往东边铺开，让太平洋那一大片海面整个热起来。别小看这0点几度的升温，海洋是地球气候的方向盘，太平洋的温度一变，全球的大气环流就会跟着被牵动，它会像拨动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一样，彻底改变全球的降雨与干旱格局。本来多雨的地方变得干旱起火，本来干燥的地方却被暴雨淹没。科学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圣婴一来，整个地球的天气剧本都会被重新洗牌。
没有一个角落能够置身事外。具体到我们所在的东亚与东南亚，圣婴的脾气往往特别不留情面。在典型的圣婴年，原本该把丰沛水汽送上岸的季风会被削弱，于是中国南方、东南亚还有印度这一大片地区常常会陷入异常的干旱，雨迟迟不下，水库一天比一天浅见底，冬天则容易偏暖，该冷的时候不冷，整个季节的节奏被打乱。而且圣婴还藏着一个让人头疼的时间差，它对全球气温的冲击往往不是当年最猛，而是会延后到隔年才彻底爆发出来。这也恰好对应上科学家的判断，2026年下半年圣婴成型，真正最热的记录却很可能落在2027年。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差，因为它意味着就算2026年的夏天还勉强撑得过去，后面那一年恐怕才是真正的硬仗。普莱把最猛的火之年压在2027年，科学家把破纪录的高温也压在2027年，这二之间又一次射向了同一个靶心。那2026年的情况到底有多特殊呢？首先，过去这一两年一直帮地球降温的反圣婴现象，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拉尼娜，已经在2026年的5月前后正式结束。紧接着，海洋的数据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最新的海洋分析显示，热带太平洋的次表层海水正在明显变暖，这是强烈圣婴即将登场的典型前兆。美国的气候预报中心已经发出圣婴预警，估计这个现象最快可能在2026年的8月就会正式形成，出现的几率高达80%左右。世界气象组织也跟进确认，在2026年年中到年底这段时间，圣婴出现并一路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悬念。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巧的事？当普莱在讲火马年最凶的5月到7月时，现实中的太平洋正好就在这段时间里悄悄完成了从降温到升温的逆转。一个说夏天最热最乱，一个说夏天海温翻转，时间点再一次对上了。但让事情真正升级到细思极恐的是强度。普通的圣婴已经够折腾人了，而科学家真正担心的是一种叫做超级圣婴的怪物。超级圣婴的定义是中太平洋那一片关键海域的海面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摄氏2度以上。在有完整记录以来，真正够得上超级圣婴这个门槛的屈指可数，只有1982年、1997年还有2015年那3次，每一次都在全世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而现在多个国际权威模型给出的判断是，这一次正在酝酿的圣婴极有可能再次冲上超级圣婴的等级，甚至有研究大气科学的学者直白地说，它有大约50%的几率会成为人类有完整气象记录14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欧洲的气候模型给出的超级圣婴几率更是比美方的估计高出一大截。也正因如此，2027年很可能会一举打破全球高温的历史记录。你听出那股含义了吗？一个泰国的预言家在2025年底用玄学的语言说，2026年是一匹冲进火里的马，最猛的火会烧到2027年。而一群全世界最严谨的气象学家在2026年用卫星与超级电脑算出来的结论是，一个140年最强的热浪正在成型，最热的记录将在2027年被改写。两边用的工具天差地远，一边是直觉与梦境，一边是物理与数据，可它们落在纸上的那个结论，那个年份，那股热，竟然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就是这个故事最让人坐立难安的核心。当玄学与科学在同一个坐标上相遇，你很难不停下来认真地想一想。而历史恰恰告诉我们，当一个超级圣婴真正发威时，它能带来的远不只是热这么简单。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76年到1877年，那一段日子，在现代气象观测还没普及之前，地球经历了一场被后世认为是超级圣婴所引爆的大灾难。气候的剧烈紊乱让印度、中国还有大片地区的季风与雨水彻底失常，紧接着就是大范围的干旱与饥荒，田里颗粒无收，河流干涸见底，无数人在饥饿中倒下。根据后人的估算，那一场由气候异常牵动的全球饥荒夺走的生命可能高达5000万人。而在这场全球性的浩劫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受到的冲击一点都不比别人小。
就在那几年，中国的华北一带，山西、河南、陕西连着好几年低雨不下，赤地千里。史书上把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称为丁戊奇荒，光是这一场，饿死的人就数以千万计，饿殍遍野。那段惨状至今读来都让人心头发紧。5000万，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瞬间崩溃的数字，而它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太平洋上那一片海水的异常升温。而那一次的海洋升温程度，按照部分科学家的说法，竟然与我们眼前这次正在酝酿的处于同一个量级。我们再看离我们更近的二次，1997年到1998年那场超级圣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那一年东南亚遭遇了极端的干旱，印尼的森林一点就着，烧出了惊人的大火，浓烟与霾害飘散了大半个东南亚，天空连续多日昏黄一片，航班停飞，学校停课，整个区域被呛得喘不过气。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边，南美洲的秘鲁与厄瓜多却被暴雨与洪水淹得苦不堪言，房屋冲毁，道路中断，一边是火，一边是水。同一个圣婴，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了完全相反的灾难。各位再想想普莱那句反复出现的水火夹击，是不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到了2015年到2016年那一次超级圣婴，伤口又换了一种形式。那一次，海水的高温让全球的珊瑚礁陷入大规模的白化，大片大片美丽的珊瑚在短短几个月里褪成惨白的骨架，海底的生态遭受重创。非洲与东南亚的许多地区陷入严重干旱，农作物欠收，饮水告急，而高温与潮湿交织出的环境也让蚊虫大量滋生。一种叫做寨卡的病毒就趁着这股热浪在美洲大陆疯狂蔓延。那是一种会让孕妇肚子里的胎儿脑部发育受损的可怕疾病，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拉响了最高等级的警报。与此同时，登革热与霍乱的疫情也在好几个地区跟着窜了上来。你看，从1876年的大饥荒到1997年的大火，再到2015年的珊瑚白化与疾病蔓延，每一次超级圣婴都不是单纯的把温度调高那么简单，它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疾病、生态、经济，一个接着一个被推倒。而比起这些前辈，更让人警惕的是，这一切是叠加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很烫的地球上的。把镜头拉回到2023年到2024年，那一次的圣婴已经被世界气象组织列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5次之一。就是那一次，把全球气温硬生生推到了一个我们长期以来最害怕跨过的门槛。地表温度首次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高出了摄氏 1.5 度。要知道，摄氏 1.5 度是无数气候科学家口中那条绝对不能跨过的红线。而那一次的圣婴，论起强度，其实还排不到历史的最前列。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次真的如预测般成为140年来最强的那一个，它把温度计往上顶的力道又会有多么可怕？我们不是站在一片冰原上等着它升温，我们是站在一块本来就已经烧红的铁板上，在迎接一把更大的火。更现实的问题是，这股热从来不会乖乖地待在温度计里，它会变成我们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危机。圣婴一旦发威，全球的农业就会跟着遭殃，该下雨的粮仓变得干旱，禾苗枯死，不该下雨的地方却被洪水冲毁田地。渔业也躲不过南美沿岸那片养活了无数渔民的渔场，会因为海水变暖而鱼群锐减，粮食一减产，价格就会飙涨。而粮价一涨，最先被推到悬崖边上的永远是那些本来就最脆弱的人群与国家。各位再回想一下普莱说过什么，他说要小心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粮食短缺与物价暴涨，他说会出现严重的水灾，还有类似泥土喷发的异象。当科学家在讲圣婴导致的旱涝与粮荒时，一个泰国神婆竟然早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同一条因果链给说了出来，一个讲气候动力学，一个讲玄学感应，结论却撞在了一起。而这条因果链最后还会一路烧到我们的钱包，烧进整个经济的骨子里。在过去几次强圣婴中，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干旱与洪水让咖啡、可可、蔗糖、
棕榈油还有稻米这些作物的产量大起大落，价格跟着坐上了云霄飞车。气候异常还会推高能源的需求，酷暑之下，整个社会对电力与冷气的依赖急速攀升，电价与燃料的价格也跟着一路承压。对保险业来说，极端天气意味着一笔又一笔巨额的理赔。对那些以农业为命脉的国家来说，一次大欠收就可能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民生根基。普莱曾经说过，2026年的经济或许会出现回稳甚至回升，但政治与天灾的冲击不会缺席。把他这句话和科学家对粮价、能源价格的担忧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微妙的事。所谓世界的改变，未必是天崩地裂那一刻才轰然到来，它很可能是从你某天发现菜变贵了，电费变高了，保费悄悄涨了的那些不起眼的日常里，一点一点的开始的。热还会做一件更阴险的事，它会帮疾病开路。气温一升高，很多原本被气候限制住的病媒蚊、病菌与病毒活动的范围就会扩张，繁殖的速度也会加快。干旱与洪水交替之下，人群被迫迁徙，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化，正是各种传染病趁虚而入的最佳温床。其实早在很多年前，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圣婴和瘟疫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发生在南美洲的秘鲁，在1991年那场圣婴前后，一种已经在美洲大陆消失了将近100年的古老瘟疫，霍乱竟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短短时间就夺走了数千条人命，还一路朝着周边国家蔓延开去。各位有没有发现，普莱口中那场由实验室加上大自然混合而成的瘟疫，和科学家口中圣婴所助长的疾病扩散，虽然起点完全不同，一个指向人为的实验室，一个指向自然的气候，但它们最终汇流的那条河都是同一条，那就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健康危机。一条来自玄学的预言，一条来自科学的推演，竟然在疾病这个路口再一次狭路相逢。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重合，才是真正让人睡不着的地方。说了这么多遥远的国度，我们把目光收回来，看看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对于我们这边的朋友来说，超级圣婴绝不是别人家的事。首先就是热，一个更强的圣婴往往意味着更漫长、更难熬的酷暑。午后的高温一波接一波，冷气电费节节高升，户外工作者与长辈的中暑风险也跟着飙高。其次是水，圣婴年会打乱原本的台风与梅雨节奏，有时候该来的雨迟迟不来，水库见底，限水的警报拉响，有时候却又一次倾盆，酿成局部的淹水与山洪。再来就是饭桌，国际粮价一波动，本地的菜价、肉价、鱼价都会跟着敏感起来。前一阵子大家对某些食材价格的有感，其实就是这条全球链条传导到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缩影。普莱讲的是泰国的水火夹击，可水与火这2个字，对于同样身处季风与台风带上的我们，又何尝陌生？还有一点是身处海岛的我们特别要放在心上的，那就是台风。海洋的温度就是台风的燃料，海水越热，台风能汲取的能量就越多，也就越容易在短短1-2天里爆发性地增强，从一个不起眼的热带低压迅速壮大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强烈台风。当太平洋被一个140年来最强的圣婴烤得发烫，未来这几年台风的强度与路径会不会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这正是气象专家们一直在密切盯着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绝不是什么抽象遥远的科学名词，而是每一个夏秋之交都可能实实在在打到家门口的狂风暴雨。所以把防台的准备做得更扎实一点，把该补墙的窗户、该清理的水沟提早弄妥当。这种未雨绸缪，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恐怕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而这一切也并不是遥远的未来，它的前奏其实已经在2026年实实在在地上演了。就在这个夏天，墨西哥遭遇了大范围的热浪，气象部门一度警告全国有超过20多个州会受到影响，城市的上空甚至弥漫着热浪带来的霾。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当局因为圣婴可能加剧的高温，不得不缩短学生的上课时间，改成线上教学，让孩子们躲开最毒的日头。
更巧的是，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正好在6月中到7月中，于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这3个国家举行，而这段时间恰恰就是北美酷暑最猛烈的时候。一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要在一个被预测为140年最热的夏天里踢完，从球员的中暑风险到球场的降温措施，每一个环节都绷得紧紧的。这些都不是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新闻。当我们把这些零碎的新闻拼在一起，会发现它们和那张活马年的剧本又一次悄悄重叠。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会发现热与乱结伴而行，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气候剧烈异常，粮食减产，饥饿蔓延，社会的张力就会被拉到极限。人们为了争夺变少的水、变少的粮、变少的土地，冲突就更容易被点燃。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一些大规模的动荡与迁徙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个气候异常的影子。火从来不只是天上的太阳，它也可以是人心里那把因为匮乏与恐惧而烧起来的火。所以当普莱把火灾、疾病、战争、粮荒这几样东西串在一起讲的时候，他或许不懂气候动力学，但他凭着一种朴素的直觉摸到了人类历史里那条反复出现的暗线，那就是当老天爷发起火来，人间往往也跟着不太平。那么把这2条线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到底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先说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大家务必听清楚，预言永远只是预言。普莱自己都反复强调，他希望那只是一场梦，他无法确定地点。他也说过，火马最后还是有机会浴火重生。一个人就算过去说中再多次，也不代表他对未来的每一句话都会成真。这是我们聊任何预言时都必须守住的底线，否则就成了自己吓自己。我们今天把他的话和科学摆在一起，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贩卖恐慌，而是想让大家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人类的直觉与冰冷的数据在同一个年份、同一股热、同一条灾难链上给出了如此相似的提醒时，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的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得把这2种提醒分清楚。科学这一边的提醒是实打实的，海温在升，圣婴在成型，极端天气的几率在升高，这些不需要任何信仰，只需要看数据就能确认。预言那一边的提醒则更像是一种情绪上的、方向上的警钟，它没办法被验证，但它提醒我们，2026年到2030年这几年恐怕不会太平静。无论是天灾、疾病，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密集。把这2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提醒叠在一起，它们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建议，那就是别把接下来这几年当成理所当然的太平岁月。能想到这一层，这支影片就没有白看。那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答案一点都不悬，甚至有点平淡。面对可能变得更热的天气，做好防暑，多关注高温与停限水的预警，别在最毒的时段硬撑，多照顾家里的长辈与小孩。面对可能反复出现的疾病，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免疫力与肺部的健康放在心上。普莱那句在公共场所多戴口罩的建议，撇开玄学不谈，放在科学的角度看，本来就是一件低成本又有益的事。面对可能上涨的物价，量入为出，留一点余粮与储蓄，让自己在风浪真的来的时候，能多一分从容，少一分慌乱。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如果年终真的要出远门，多留意各国发布的旅游与安全警示，把行程安排的保守一些，把保险买的周全一些。你看，无论这些预言最后会不会应验，这些事都是我们本来就该做，做了也绝对不吃亏的准备。准备从来不是因为相信末日，而是因为珍惜眼前的日子。其实回头看人类这一路走来，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1876年那场夺走了数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人类最终还是熬了过来。一场又一场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战火与天灾，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有人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是世界末日，可每一次太阳照样会在第2天的清晨升起。活下来的人擦干眼泪，
重新把倒塌的房子一砖一瓦盖了回去，把荒掉的田地重新犁过，种上新的种子。我讲这些，绝不是要大家对眼前的风险掉以轻心，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的前人是靠着未雨绸缪，靠着一家人、一个村子彼此扶持，才一次次走过那些至暗的时刻，我们今天才更应该把准备这2个字认认真真的放在心上。尤其是家里有长辈、有小孩的朋友，平常多备一点常用的药品，多存一些不容易坏掉的粮食与饮水，多留意一回气象与防灾单位的消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到了关键的那一刻，守护的就是你这辈子最在乎的那几个人。灾难从来不会挑一个良辰吉日才来敲门，但一个有准备的人总是能比别人多撑一阵子，多争取到一分喘息与转圜的余地。而这一份从容，恰恰是任何害人的预言，任何突如其来的灾难都夺不走也抢不去的东西。说到底，我们对抗未知最好的武器，从来都不是恐慌，而是一颗既清醒又温暖的心。说到底，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总是会本能地去寻找各种征兆。古人抬头看星象，低头看龟甲，焚香问卜；今人则低头看数据，盯着模型发射卫星。而像普莱这样的人，则是用他自己那套神秘的方式去捕捉那些飘在空气里的不安。这些方式看起来南辕北辙，甚至彼此看不顺眼，可他们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种最古老的渴望，那就是在巨大的未知面前能够多一点点掌控感，多争取一点点准备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和预言家反倒像是站在同一条河的两岸，遥遥地做着同一件事。所以这支影片真正想留给你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一份清醒。清醒地知道，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不太平凡的路口上，清醒地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然后清醒地把属于自己的每一天认认真真地过下去。